价值300多万的保时捷911 GT3 出了大事故过后，被马特以不到8万英镑的价格买了下来。车子看起来非常的不错，只是前端看起来比较严重一些，左侧整个轮毂都已经变形了，车子的后保险杠也都不翼而飞了，甚至连前大灯和机盖都没有保住。不过幸运的是，车子的内部是相当的完好，竟然连一个安全气囊都没爆，甚至车子一次就启动成功了，这让马特的内心十分的高兴，感觉这次是捡到宝了。其实马特之前就重建了一辆 GT3， 但是要把它运回英国实在是太贵了，所以就将 GT3 出售在了当地。当他在网上看到现在这辆车时，马特就动起了再次重建一辆 GT3 的想法。经过了一系列的竞争后，马特再次拥有了一辆保时捷911 GT3， 他迫不及待地将车子开到了拖车上。在马特捆绑车子的时候，发现车子的副车架竟然是损坏的，也许这就是重建事故车的弊端所在。越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。不过车子已经买到手了，想后悔也已经来不及。当马特将车子运回去后，经过了一番细致的检查，决定完成一次挑战，准备在24小时内将这台车子重建好。所以马特就提前安排老爸去拿配件，他却将车子开到了工位上，并且给自己设置了倒计时。当马特把倒计时推走后，他就开始了车子的拆解工作。马特首先对车门入手，他要把车门上的倒车镜拆掉，然后就是车子的机盖，这都是为车子贴膜做着准备工作。因为时间的问题，马特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喷漆，所以采用贴膜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办法。可虽然贴膜要比油漆快很多，但也是非常耗时的，所以马特就把好兄弟克里斯也叫了过来，让他和摄影师一起来完成贴膜的工作。可在他们正如火如荼的忙碌时，去取货的老爸竟然赶了回来，他装了满满一车的货物，大部分都是车子现在需要的各种套件，其中还有一个比较昂贵的轮毂，它的重量是非常轻的，一只手就可以将其轻松的举起。而马特的老爸也拿来了大牛举的扳手，准备让克里斯来完成卸载轮胎的工作。看着他轻松的将轮胎卸了下来，摄影师也来尝试一下，可没想到的是，摄影师把自己本身的重量都加上了，竟然一点都没有撼动轮胎上的中心锁，这让此时的摄影师非常的无奈。可没想换到克里斯时，竟然没用多少力气就转动了中心锁，这一下大家都开始哄堂大笑起来，嘲笑摄影师应该去健身房锻炼一下了。当他们将所有的轮胎都拿下来后，就交给了专业处理轮胎的员工，让他们为轮毂更换颜色。而马特在拆卸轮胎时发现，前端的散热器竟然有着一个巨大的凹痕，可要知道散热器是否能够使用，只有将其拆卸下来检查后才知道。而为了节省现在的时间，马特准备分为2组同步进行，由他和摄影师来继续完成贴膜工作，而让老爸和克里斯来检修散热器的问题。当马特老爸将其拆解下来后，没想到散热器竟然已经扭曲了，所以更换一个新的是必要的。老爸再次踏上了购买零件的路程，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完成了车门的贴膜工作，他们现在开始处理前端的翼子板和大灯了。根据马特的介绍，他们当地有很多盗取大灯的，就是为了眼前这个白色的零件，用其完成一些违法的事情。当马特将翼子板拆除后，老爸也将散热系统买了回来，他重新组装了整个散热系统，将其再次安装到了车子上。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，现在还能在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发挥余热，内心还是非常开心的。要知道，经过他手中修复的车子不计其数，已经不记得安装过多少个散热器了，所以像这样的工作对于马特老爸来说是非常简单的。等他把散热器安装好后，老爸也来和马特一起完成贴膜的工作。他们还是和之前分组一样，马特和摄影师在右侧贴车门，而老爸和克里斯则在左边贴翼子板，分工明确，工作起来也非常的顺利。可现在已经过去了7个小时，马特他们还有引擎盖和保险杠的贴膜没有完成。可让他们完全没想到的是，引擎盖的颜色竟然是白色，而且它的材质还是塑料增强碳，这让马特的内心很不舒服，感觉这1000英镑买的引擎盖买亏了。不过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，马特还是开始了保险杠的贴膜工作。但由于保险杠的形状特殊，马特根本不能用一张车模来完成，所以工作起来非常的耗时。他们竟然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才将这个后保险杠贴好。这时之前拿去处理的车轮被送了回来，此时的轮毂上已经涂上闪亮的金色。马特欣赏了一番后，就将轮胎都安装到了车上，接着马特就将车子升了起来。车底的损坏还是比较严重的，整个护板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划痕，而副车架的损坏相对更加严重一些，所以马特为此订购了一个全新的。他们现在只需将损坏的副车架拆下来，将新的更换上去就可以了。现在离规定的时间只剩下了11个小时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以马特必须加快修复的步伐，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重建。马特快速的将前保险杠安装好，然后重新切割了一块车膜贴了上去。现在的马特一点都不敢偷懒，尽可能的加快修复的速度，把之前浪费的时间都找不回来。马特把保险杠的车膜贴好后，就将上面的小零件都安装了上去，然后就开始了引擎盖的组装工作。而给它贴膜是非常简单的，比保险杠的贴敷要轻松了好多。当马特的老婆把车标安装上去的那一刻，此时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到2个小时，所以马特他们必须再次加快修复的步伐，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。他们都拿出了12分的精神，忙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。直到马特将车子的大灯安装上去后，规定的时间已经接近了尾声。此时的车子已经基本修复成功了，虽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没有完成，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车子完成这样，
也算是对马特团队一个很好的挑战。马特将车子带到了专业的工作室，准备在这里检测一下车子的性能。随着车子不断的加速，我们可以看到排气管都被烧红了，而检测的数据也是相当的好，竟然达到500多匹的马力，这完全达到了马特想要的预期，所以他按耐不住内心的躁动，马上带车子来到了专业的赛车场，准备在这里测试一下车子的性能。测试的结果让马特非常的满意，于是就让朋友开来了一辆兰博基尼，准备和他在这里来一场友谊赛。但由于此时的场地非常的湿润，要是一起出发的话很容易发生碰撞，所以他们决定按照计时的方式来完成比赛。当摄影师倒计时结束后，2台车子都先后的冲了出去。虽然这次比赛没有跑过兰博基尼，但仅仅只少了3秒钟，这个结果对于马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所以马特认为这次的挑战是成功的。各位看友，你们觉得呢？说出你们内心的想法。